这个长什么样？看一会儿啊，掉了。新郎官低头向前，踏过火盆，烧尽晦气，越过月红火。小心着点儿，别烧着胯了。公子，青州，你二哥和秦家定有婚约，不过你二哥科考在即，无心其他，所以这门婚事就由你替你二哥履行。青州，这可是好事。虽然外面都传秦家大小姐是个不会说话的傻子，长得也奇丑无比，但秦家总归也是咱墨城4大家族之一，世袭的贵族。等你入赘那边，就是秦家姑爷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是啊，三弟，你个没娘的庶子能成为秦家姑爷，已经该知足了。当然，你也不用谢谢二哥，谁让你是我弟弟了？我本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3天前意外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成了成国府的一个卑微庶子。不过，我毕竟融入了前世的血肉记忆，仇恨屈辱，境界感同身受。王氏、若玉，你们母子杀我娘亲，逼我入赘，害我受辱，这份仇我会记住。而今我实力地位，只能折服，但他日定会向您尽数讨回。这么长时间了，问他什么都一句话也不说。看样子王氏母子说的不错，这秦家大小姐真是个痴傻的丑八怪。痴傻也就傻了，可娶了个丑八怪，这让小爷我一会儿怎么下嘴啊？可怜小爷我英姿飒爽，一表人才，难道我这具帅气的躯体真要便宜一个丑八怪了？不行，坚决不行！那个秦小姐，咱们有言在先啊。虽然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但是洞房一事全凭自愿，所以在我们没有看对眼之前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也请你不要勉强我。昨晚不是吗？我真的被那个又傻又丑的大小姐给睡了，我的一世清白啊！公子，你醒了吗？新婚第一天要先给大小姐的双亲敬茶呢。好。公子，新娘、夫人长得好看吗？小弟还没见过呢。本公子跟你一样，没见过，也不想见。姑爷，我是百灵，是大小姐的侍女。如果姑爷不嫌弃的话，我也可以服侍姑爷，不过不能通房哦。姑爷，好看吗？她就是大小姐，姑爷的娘子呢？娘子？昨晚跟我洞房的人是她？姐夫，娘子可不能乱喊，姐姐要是听到会生气的。姑爷，百灵逗你呢，这位是二小姐，是咱墨城有名的才女呢，最喜诗词。我就说，若那秦大小姐这么好看，那个恶毒母子会舍得给我吗？
不过妹妹这么漂亮，姐姐真的会是个丑八怪？传言说不定是假的。看来今晚在洞房的时候，得好好看看。姑爷，大小姐身体有恙，需要二小姐领您去给夫人敬茶。有恙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，难道是因为昨晚？看来今晚的动作得温柔一些。那就麻烦二小姐了。母亲大人，请喝茶。谁是你母亲大人？我有这么老？不准乱看，叫夫人。夫人，请喝茶。这小子心性不错，若是旁人，怕是早就吓得哆嗦磕头了。而他一个入赘的庶子，却如此沉着冷静，倒是不一般。不过这小子竟然这般直勾勾地看着我，没大没小，实在讨厌。可这小模样却是越看越俊俏。这是丈母娘的心声？难道我能听到别人的心声？听说你是个秀才，读书不少，应该会作诗吧？今日我便考考你，你若答得出来，我秦家可继续供你读书，让你考取功名；若不然，那就去后花园给我种花，当个下人。我秦府之中不养没用的废人。下马威吗？不过我怎么说也是985大学的文学博士，前世我读书过目不忘，李杜诗词信手拈来，我不信这丈母娘能难倒我。夫人请出题。你与我家蒹葭刚成亲，那就便以情字为题，要表现出对蒹葭真情流露，还要表现出对我们蒹葭的浓浓情意。1炷香的时间，诗词即可。娘亲，姐夫跟姐姐才刚成亲，这感情需要培养，您让他真情流露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况且还就给1炷香的时间，就算是玉成才子王之涣来了，怕是也做不出来啊！多嘴，就你这身子骨，不回房休息，还管这小子的闲事。娘亲也是在考他的才学，看他配不配当我们秦府的姑爷。娘亲，你一边待着去。今日他要是通不过我的考验，就休想走出大门，还不快去点香计时？1炷香的时间，你要是做不出来，不必了。晚辈已经想到一手。这么快？你要是东拼西凑敷衍我，那就是对我女儿的不尊重，你可知道后果？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，人间无数。这小子还真做出来了，好美的词，姑爷对小姐的情意胜过人间无数呢。姐夫，还有吗？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这家伙莫非文曲星转世，竟能写出这种诗词？夫人，夫人，姑爷的诗词您可满意？也就将将就就，马马虎虎。看在蒹葭和微末的份上，算你过关了。不过呢，你别自鸣得意，这世间才子多了去了，以后要谦逊谦虚低调，知道吗？退下吧，好好回屋里读书，将来考取功名，也好给你母亲挣个名分，也给自己添点身份和地位。你如今这般啊，可配不上我家蒹葭。可惜了，
这小子如此才华，若是生在玉京大户人家，只怕现在早已名满天下。不过也好，那成国府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，倒是便宜了我们秦家。我这丈母娘倒是个嘴硬心软的主。别看了，他是你的姐夫，你是他小姨子，看也没用。娘亲，你说什么呢？母亲临走前给我留下3本笔记，一本炼体功法，一本神魂修炼术，一本拳法秘籍，还有一宝物日月宝镜。这段时间我一直暗中修炼，加上日月宝镜所产生的灵液温养，如今拳法已经大成，炼体功法也突破至炼皮境界。我有这神魂修炼术，始终无法突破这层枷锁。不过王氏母子日后再耍什么小手段，我应该都有自保之力。公子，百灵姐姐来了。就百灵一个人吗？大小姐呢？姑爷，你不用等大小姐了，大小姐自己有住的地方，而且以后也不会跟姑爷住在一起。不过姑爷每个月都可以跟小姐同房一次。大小姐说了，姑爷你今天在夫人面前表现很好，特意说要奖励你，今晚可以再同房一次。记得提前洗好，等着。小蝶，今晚房间多点些灯，我非要看看这个大小姐长什么模样。公子，你不是不想看吗？多嘴。已至此时，看样子今晚她不会来了。还是不愿意相信，那么白皙娇嫩的玉足，她的主人竟然会是个丑女。又来！公子好粗鲁，都不知道怜惜些娘子呢。公子，昨晚你与小姐同房啦？你看到了？没有，我只是听到了。哦，那小蝶，早上大小姐出门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吗？没看到啊，奴婢起来时，房间里就只有公子一个人在睡觉，大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可能害羞呢，所以来的时候、走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。不过公子，奴婢起来开院门的时候，看到有人从门前走过，看背影，像是谁？像是二小姐。这仙娘子有点不对劲儿啊，每次都神出鬼没，好像故意让我看不到脸。长此以往，长得是美是丑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就连每次洞房睡我的是不是大小姐本人我都不知道。看来下次洞房时得想办法做个记号了。姐夫，你醒了？昨天晚上睡得舒服吗？啊，娘亲让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按习俗，成亲3天
要回门拜见父母。今天是你和姐姐回门的日子，记得一会儿换上衣服。听说这次回门宴，陈国府邀请了很多贵族宾客，我和娘亲也会去。谢过二小姐了，不过以后这种事情让丫鬟来做就可以了。没关系的，姐夫，小姨子伺候姐夫，天经地义嘛。小姨子，天经地义。老天，新娘子不对劲儿，这小姨子也不对劲儿啊。这姑娘好强的剑意。姑爷，她叫夏蝉，也是大小姐的侍女，也可以说是护卫。她可是剑道高手，拔剑即杀人，一剑封喉。姑爷没事儿千万别惹她，否则小命堪忧。这么狠吗？姐夫，姐夫，别姐夫了，微墨赶紧跟我上这辆马车。哦。我那小姨子才貌过人，丈母娘也是貌美如花，我这个老婆真的会是一个痴傻的丑八怪吗？那个有苍蝇。如月，你来了，这就是你们家刚招的姑爷吧？不是我说你，如月，你们秦家好歹也是墨城4大家族之一，又有世袭罔替的爵位呢。就算骆家瞧不上你家闺女，你也不至于找一个来历不明的庶子当女婿吧？这要传出去，多丢人呐！蝙蝠头上插鸡毛，你算什么好鸟？庶子怎么了？英雄不问出处，狗不嫌家贫。我家昭旭呀，只看才学。秦夫人这是在夸谁有才学呀？没想到这次回门，洛府还邀请了江城主。怎么，洛大人是想多找些人来看我们秦府的笑话？宋妹妹说的哪里话呀？江城主今日特来和我家老爷谈事情，顺便被我们邀请来看看咱甄家的花容月貌，不是？是啊，听闻秦家2位小姐个个貌若天仙，侄儿一早就想一睹芳容了。不过今日弟妹回门给公婆敬茶，为何却蒙着面纱？总不会是不敢见人吧？这娘娘明知道我娘子痴傻冒充，却如此说辞讥讽，分明就是想看我笑话。刚才秦夫人说起才学，最近咱墨城流传一首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词。这首词各位有听过吗？我夫人就特别喜欢这首词，还特意让人装裱起来挂在床前。对对对，这词啊我也听说了，写的是真好啊，情深意切，情意绵绵。这是哪家公子做的？我闺女一直想见一见呢。江伯伯，这首词我们不只是听过，还是我姐夫当着我和我娘亲的面亲自做出来的。什么？这词是这赘婿做的？不可能，他会做什么诗啊？此话当真？这2首词啊，是我家女婿当着我的面所作，还能有奖？秦夫人，你这姑爷可真是好才华，正好科举在即，我明日让主持科举的王大人推荐他，让王大人多多关注贵府姑爷，让咱们墨城也出一位文科状元。这小杂种藏得够深呢，竟还会作诗！要让这王八蛋得到王大人的赏识，岂不挡了我儿科举的路？哎呦，江城主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词是我儿洛玉在练武之余即兴所作，估计是被青州听了去，又做给了秦夫人听。我说的没错吧，青州？
我就说呢，一个赘婿怎么可能有这般才学？原来是剽窃的洛家二公子的呀！你们二公子，这首诗当真是你所作的？不错，正是我做的。当时我练武累了，一时有感而发，随意之作，也没有怎么在意。没想到被三弟听见了。洛二公子真是好才华呀，随手一做便仿若天成。江伯伯，我听说下个月就是你父亲的70大寿了，不如让洛二公子当众做一首祝寿诗词，也好让江伯伯回去给自己的父亲祝寿用。对，我正愁着，不知道该给老爷子送什么寿礼。既然洛玉贤侄才华盖世，那就帮我给老爷子写一首祝福诗吧。江城主，这作诗也需要时间呀。好，无妨，不着急。洛玉贤侄先想着，等宴会结束前呀，再给到我就好。那好吧，江城主，请上座。来，你给我出来。你二哥科举在即，需要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我的意思，你懂吗？不知道。你蠢货！你不是会作诗吗？还不赶紧替你二哥做首祝寿诗！这老娘们真够不要脸的，抢我功劳，诬陷我剽窃，还让我作诗替他儿解围。好，想让你儿表现是吧？今天就让你好好出风头。好的，大夫人，我试一试吧。江伯伯，侄儿已经想好了。这么快？洛玉贤侄果真是才思敏捷。洛大人，你可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。玉儿，快给张伯伯念念。好。七旬华诞庆长春，十方宾客贺寿辰，必得松鹤延年岁，死生堪破笑红尘。好一个死生看破笑红尘，好诗好诗呀！王爷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简直就是文曲星转世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江伯伯，侄儿已经令人将此诗写下，等寿礼当日，江伯伯直接赠给老爷子便可。来人！洛玉贤侄有心了。江城主，何否向王大人推举下我家玉儿？洛玉贤侄如此才华，我一并举荐。钱二小姐，你摇头做什么？莫非你觉得我这诗做的不行？这诗，算了。听闻钱二小姐也是咱们墨城有名的才女，精善诗词，你不妨说一说。江城主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洛二公子这首诗哪儿都好，就是有点儿不吉利。放肆！我儿这诗是祝福江老爷子延年百岁，多好的寓意！你岂敢在这胡说八道，搬弄是非？二小姐，说下去。洛二公子，可还记得这首诗？能否再读一次？有何不可？七旬华诞庆长春，十方宾客贺寿辰，必得松鹤延年岁，死生堪破笑红尘。洛二公子，可否把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一遍？这有什么不可的？连起来不就是70璧？死！你死！江老爷子70大寿，你竟敢作此毒誓诅咒他，还不跪下给江城主认罪！江伯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咒老爷子，这诗是娘亲给我的。江城主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你娘个蛋！敢咒我爹死！不必了，洛大人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
您答应我的事呢？老狗还有脸求我办事？我要拍死你这群狗日！出去说！金南兄，有木啊！畜生，你死！坏我的大事！父亲，这事不赖我呀，是娘亲给我的事。这个蠢货，他干了好事。骆大人，咱可不能动手打人啊！老爷，打呀，使劲打呀，打死王云这个贱人，爽！我这丈母娘竟也是性情中人。老爷，不是我，是洛清舟这个贱种，是他故意做毒誓，坑害我们母子啊！你说什么呀？你满嘴的破词！洛夫人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。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那诗是出自女儿之手。你们母子俩做错了事情，却肆意栽赃诬陷，还赖上我们秦家姑爷。若是被我老爷知道了，你向我们家姑爷泼脏水，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日这茶，我看不敬了。荆州，带上蒹葭，我们走。秦州，你这个贱种，害了我们就想走！来人，拦住他！只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离开成国府。还有，把秦家那大小姐的面纱给我扒下来，我要让大家看看这个野种娶了个怎样的丑八怪。反了，竟敢在我成国府杀人！王护院何在？带人给我杀了这个贱人！是。这野种竟然敢算计我，让我颜面尽失！今天不知他的难堪，消我心头之恨！陆玉，你看，三弟，娶妻再丑也得见人不是？蒹葭小心！蒹葭，住手！这秦家大小姐竟然……不可能！世上怎么会有这般人？魏墨，这就是你姐姐吗？你姐姐不是一个痴傻的丑八怪吗？怎么会这么漂亮？都是外面的谣言，姐夫也相信吗？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，心智也远超常人，只是因为某些原因，不愿与人接触而已。姐夫，新娘这么好看，你开心吗？王氏跟洛玉这两个蠢货，以为钱大小姐是个丑八怪，硬是逼我去替婚入赘，可没想到吧，你们退掉的婚事，实际上是个国色天香的美人儿，估计就会让母子俩后槽牙都咬碎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是秦家大小姐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究竟是谁？为何要冒充这个废物的妻子，来我成国府，让我如此难堪？洛夫人这话说的，是不是我家闺女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这当娘亲的还不清楚。是你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我家蒹葭的好。不过还得感谢你们，若不是你们看不上我家蒹葭，又让青州入赘，我们秦家还真得不到有如此才华的姑爷。等他日科举高中啊，定请你们来喝喜酒。站住！怎么，莫大人这架势，是想留我们在这儿吃饭吗？放他们走！老爷，不能放他们！是想害死你儿子吗？夏蝉，走了。莫大人不请咱们吃饭了，咱们回家吃。玉儿，你没事吧？玉儿，你说话呀，你别吓娘。那姐不是凡物，这女孩也非同寻常，她却只是他的侍女，而且她长得也不是丑八怪。娘亲，
这婚事我后悔了。公子，听说你看到大小姐的样子了？你也知道？听说大夫人和陆二公子都气坏了呢。不过以大夫人和二公子的作风，此事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公子，你以后还是小心点，别出门。放心吧，你家公子早就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书生了。说的也是，夏蝉姐姐这么厉害，肯定会替大小姐保护好公子的。对了，公子，吃完饭后你就早些休息吧，今晚我就不替你暖被子了。怎么了？刚才碰到了百灵姐姐，她说让公子在床上等着，说不定大小姐会过来与您同房。小蝶，你说一个冷若冰霜、貌若天仙的姑娘，真的会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同房吗？公子，您说的是大小姐吧？大小姐不是与您同房过2次了吗？可是，真的是她吗？公子，您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小蝶，这个燃油灯多一点，蜡烛也尽量多一点。大小姐那么漂亮，今晚恩爱时，我就要一直看着她，看清她。咦，公子羞羞。还是不来了吗？每次这个时候，都觉得身子发软，提不起力气，而且头晕眼花，根本看不清楚。不行，既然看不清楚，那就想办法在他身上做个记号。明天天亮，我非得看看昨晚睡我的人究竟是谁。都给我滚！你们先出去。玉儿，还在因为白天的事情闷闷不乐？娘，女子本来是属于我的，现在竟然便宜了那个贱人，我不甘心！玉儿，看开些。秦家大小姐那么漂亮，就算她要成亲，定然也看不上卑贱庶子，那庶子也只能干看着。等你科举高中，功名加身，再加上你大哥的名声，我骆家在墨城将无人能及。到时候咱们第一个先灭了秦家，等真到那天，莫说秦家大小姐，就连秦二小姐都将是你的胯下之臣。可是娘，我能高中吗？那庶子诗才过人，文科考试我定不如他。玉儿放心，娘会为你的未来扫清一切，挡你路的人都会死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专心备考，剩下来的事交给娘。孩儿知道了。夫人，奴才已经派人去盯着了。按照规矩，那小子成婚后定去城外祭拜他的母亲，那个时候咱们再动手。玉儿正在关键时刻，不要留下任何的把柄。夫人放心，城外山林常有野兽出没，黑木林更有吃人的妖兽。他若是死在那里，尸骨无存，没有人会怀疑的。就算有人怀疑，也没有任何证据。人可靠吗？我让王仆找的人，都是外面犯了人命的凶犯，其中一人还是练皮境的武者，杀一个柔弱书生而已，绝对万无一失。
哇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姐。你快去给我拿衣服，我去让二小姐拿。好。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二小姐，昨晚果然是你。为了怕我发现，今早刻意用丝带遮掩。姑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一大早跑过来打搅我们小姐睡觉，莫非是在大小姐那里受了气，跑过来跟我们小姐撒气呢？秋儿，休得对姐夫无礼。姐夫，你是不是跟姐姐吵架了？姐姐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请你不要怪罪她。姐姐其实很可怜的，她一个人离开家那么多年，在外面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也没有人理解她。她现在变得也不愿意跟人亲近了。所以洞房那晚，你就替你姐姐去。二小姐，我能问你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一直刻意隐瞒？姑爷，刚刚找了你很久，原来您在这儿呢。怎么你的脖子也……你是说我这个丝带吗？缠缠也有，好看吗？什么下缠也有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昨晚同房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3个？不对，让我捋一下，肯定是有人为了混淆视听，故意让大家都带着丝带遮掩记号，所以送他们丝带的人，便是昨晚真正与我洞房的人。百灵，我问你，这些丝带是谁送你们的？又是谁让你们带的？二小姐吗？还是大小姐？是我。我靠！难道昨晚是……该死！这到底什么情况？昨晚睡我的人到底是谁啊？城主夫人送我几条丝带，我看着喜欢，便赏给百灵他们戴。怎么？难道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就是觉得这丝带分外好看，所以好奇是谁的眼光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姑爷今天老是盯着我们的脖子看，难不成是在某人身上留了什么记号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。行了，少说废话了。来见过城主夫人。江夫人，他就是我的女婿。你床头上挂的那首词啊，就是他做的。晚辈青州见过城主夫人。如月，你这个姑爷还真是才貌双全，不仅诗做得好，人也长得俊俏得很呢。也就那样嘛，也不看看是谁家姑爷。我宋如月的女婿，那自然是人中龙凤。今天找你是有事情要办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长公主在边境连打几个胜仗，正好啊驻扎在咱们墨城附近。所以城主便邀请了长公主来咱们墨城过年，顺便为长公主啊举办庆功宴。到时候希望你能做几首诗来称赞长公主，就当是我们秦家送的贺礼了。长公主文武全才，不仅能行军作战，还爱好诗词字画。但情情爱爱的诗，长公主怕是不喜欢，最好能做几首气势豪迈，或者是国家大事的诗词。长公主是大炎皇帝的姐姐，身份尊贵，而今更是大权在握，权倾朝野。倘若你能借此博得长公主欢心，不止你自己，连带着整个秦家都将会受益匪浅。抱歉，城主夫人，请恕青州愚笨，我不会做此类诗词。那会写故事吗？关于国家征战、军事谋略的故事，长公主也是喜欢的。晚辈也不会。什么？不会？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夫人，青州真的不会。你，这长公主这么厉害，怕是将来不是个武则天。这种涉及皇室、议论国家大事的诗词太过敏感，万一做不好，或者是1、2个字眼被有心人曲解陷害，那就是个死。前世那些诗人因此被杀头的多的是，我一个赘婿，到时候估计也没有资格赴宴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还是不参与的好。
娘亲，每个人的文采风格都不一样，姐夫不擅长做那样的诗词，情有可原。刚才林毅不是说了吗？长公主也喜欢画，要不微墨做一幅画，然后再想一首诗词提上去。虽然可能有点拿不出手，但毕竟是一片心意，相信长公主也不会怪罪的。某些人养他不知道有何用，关键时候还不如一个弱女子。过几日想着给你母亲上坟，让蒹葭陪你一起去，这倒好，不必去了。你一个人去，在山上被土匪杀了，我都不带管。那修炼之法搭配日月宝镜产生的灵液，果然有奇效。普通人炼皮大成至少需要3年，而我只用了数日。还有母亲留下来的那套梅花拳法，我也真知大成。若不是上次回门下禅出了手，我还真想试试那套拳法的威势。公子，该吃饭了。不急。小蝶，看好了。小蝶，公子硬的。耶，公子好硬呢。等着吧，还有更狠的。到时候别说是这块小小的石头，就算是钢铁，公子也能把它砸得稀巴烂。明天陪我出趟城，去陪我娘亲上坟。这丫头怎么搞的？没钱雇马车就算了，连给我娘亲买纸钱香烛的钱都不够吗？公子对不起，是小蝶没有控制好支出，把公子的这笔钱给花完了，你怪小蝶吧。傻丫头，公子又不是真心怪你，我一个入赘来的，钱府给我的月例钱，除了吃喝用度，每个月没剩多少了。况且我最近分量还增大了，超支很正常。香烛啥的没买就没买吧，我今天过去和我娘亲说说话就行了。好了，听话，不难过了。走吧。姑爷，二小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。二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子一向不好，怎么来这种地方？没关系的，姐夫，今天是你成婚后第一次给娘亲上坟的日子。我姐姐来不了，特意嘱咐微墨来陪姐夫上坟的。真的是大小姐让你来的？她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性子，还记得这种小事？不是姐姐，还能有谁呢？姐姐还让我买了一些香烛，还有纸钱，陪姐夫上坟呢。谢过二小姐。姐夫以后叫我微墨就好了。姐夫，走吧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事成后给你们。记住，动作利索点，不要留下什么痕迹。我们兄弟办事，你放心，半个时辰后，老板上山收尸便是。娘，孩儿来给您烧纸钱了。孩儿成亲了，妻子是位大家千金，很漂亮，如仙女一般漂亮。她对孩儿很好，很温柔。娘，您在天之灵安息吧。您的养育之恩，孩儿只能来世再报了。但您放心，那些亏欠你的人，孩儿一定会帮你讨回。小姐您没事的，秋儿。我替姐姐给姐夫的娘亲磕几个头。姐夫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相信你娘亲在天之灵，她
他看到你现在成家了，过得很好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是啊，若是他知道我已经离开了陈国府，在新家过得很好，他应该会很开心吧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公子留步，可否为我们带路？乐意小楼，请问二位想去哪？这蠢货竟然这么容易就上当了！大哥果然还是太谨慎了，对付一个废物书生，还要让我跟二哥打钱这类事态，他们在后面殿后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一会儿这小子指路的时候，我手起刀落直接砍了他。至于那几个姑娘，看着水灵得很，待会儿倒是可以让我们哥几个爽一把。杀手吗？请问二位还问路吗？问路问路，我跟四弟想要去墨城，望公子在前面指路。没问题。不过那边那几位也是你们的同伴吗？守护者。公子，他们……小蝶，你拿着他，赶紧带二小姐下山。姐夫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没事，我会在后面跟着你们。我去就回。姐夫，走。小姐。这是那书生干的。大哥，那人不是说对方是个文弱书生吗？这一拳一脚，击得老二和老四的胸口、头骨都碎了，这他妈比我们还残忍呢！大哥，这生意咱们还干吗？到嘴的肉能让他飞了，我们追上去，合力上，就算他是练皮境的武者，我照样也能杀他。好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大哥，那小子不在这儿，看样子是丢下丫鬟自己跑了。先把他们杀了，追那小子。好，3个娘们儿交给我。老三小心！姑爷，姐夫。混蛋！区区一个书生秀才，居然如此阴狠毒辣，杀我兄弟3人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为了杀我，竟然雇了一个武指，那对母子还真是煞费心机。也罢，我修炼多日，还未曾真正的出手，今日就拿你来祭奠我娘亲的在天之灵。梅花拳法，梅花飞。你，姐夫，你好厉害啊！这还是公子吗？二小姐，你们赶紧继续下山，不要回头，也不要害怕，我会尽快去找你的。那，姐夫你要小心。走吧。只有他们几个，看来是成功了。那小子已经死了，不过还是上去看一眼尸体，要回去向夫人交差。果然是死了吧？死在这里，算是便宜那小子了。毕竟跟那贱人母亲死在一起，算是母子团圆了。啊，不是那小子！该死，那小子人呢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三公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拿着匕首，
是要杀我？去死！医生，我就是个书生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一群蠢货，一个书生都杀不了，我要你们何用？夫人，就是秦府派了上次那个用剑的姑娘暗中保护，不然的话，王婆他们肯定能杀了她。没想到一个入赘的庶子，秦家竟如此重视。能不重视吗？秦家可是还指望着那小子光宗耀祖呢。长公主马上来墨城，秦家必然会让那贱主作诗送上。若能博得长公主的欢心，不止那臭小子，怕是秦家日后都要踩在我们头上。不行，必须在长公主来之前杀了他，绝不能让他给长公主献诗。夫人，我有办法，不只能除掉那小子，甚至整个秦家也能一并除掉。只是，怕是得需要宋家人相助啊。什么办法？然后咱们就……对了，小蝶，你今天有看到百灵吗？她有没有说她家小姐何时来同房？没有呢。这就奇怪了，之前每天都来同房，而今我上房回来也有数日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，让我一直独守空房。莫非是他前几次消耗太大了，需要休养？公子，我今天还碰到秋儿姐姐了。她说二小姐上次回来后便病了呢，还说希望公子有空可以去看看二小姐。你说什么？二小姐病了？小姐，姑爷来了。姐夫，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写诗呢。这生着病，怎么还这么辛苦？还是要好好休息。不瞒你说，过几天就是长公主进城的日子了。这些都是微墨给她写的礼物，只不过微墨才疏学浅，写了几首，都感觉送给长公主不太合适。给长公主的诗吗？罢了，让我试试吧。可是姐夫，你不是说不愿意给长公主写诗吗？你不是陪我上坟才生了病吗？看你如此犯难，我又怎能坐视不理？说吧，需要几首？7、8首吧。好，秋儿，帮我研墨。我来吧，姐夫。这怎么能行？这都是下人做的事，况且你还生着病。没关系的，其实姐夫今天能来，微墨就已经好了一大半了。况且微墨也想看姐夫写的字。好吧。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小姐，好诗呢！姐夫字写得好，诗写得更好。这首诗托物言志，娘亲看到了肯定会很满意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归家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姐夫，你这首诗写得太好了，一股帝王之气，长公主看到了肯定会喜欢的。秋儿，快把这2首诗给娘亲拿去。是的，小姐。
姐夫，诗能言志，诗能育人。姐夫，你能写出这样的诗，心里一定有着万丈豪情，未来一定会名满天下的。二小姐过誉了，我不过是一升斗小民，怎么能做出这种好诗？其实，这首诗出自汉高祖刘邦。汉高祖刘邦，有这个人吗？这个世界应该没有吧？姐夫又在拿微墨寻开心，明明是你自己写的诗，非要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人。二小姐，你累了吗？姐夫，你要走了吗？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剩下的诗我明日再来做。那好吧，微墨送你。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扶你过去吧。那你先好好休息。姐夫，你能帮微墨把外套脱了吗？太热了。这……好吧。二小姐，那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姐夫，还有鞋子。二小姐，我还是去叫秋儿吧。姐夫，其实你帮微墨也是可以的。这刚才帮小姨子脱外套已经是不合礼数，现在若是再帮她脱袜子，要是被别人看到，传到丈母娘耳朵里，那丈母娘不得杀了我？不过，我记得前几次洞房的时候，我那娘子小脚玲珑有致，又娇嫩，这次倒是个机会，确认一下那狱卒的主人究竟是不是我的小姨子。一会儿我动作快点，只要没人看到，应该传不到我丈母娘耳朵里，好吧？夫人，刚才姑爷在帮小姐写诗，这会儿估计已经离开了。哼，最好如此。一会儿若是我看到他这么晚了还在微墨房里，我定打断他的腿。姐夫，床上。不是，我干嘛要躲呀？我又没干坏事，直接走出去，或者直接去案台前研墨写字不就行了吗？就算我那丈母娘大人看到我只要说给长公主作诗，她应该也不会说什么。反倒现在，若是被丈母娘发现，二小姐我……那小子走了吗？娘亲，姐夫已经走了好久了。完了，这下是真下不了床了。他还知道避嫌呢。他要是还没走，我那后花园正好缺个挑粪的，让他挑一夜。微墨，休息了吗？让娘亲看看脸色有没有好些。别，娘亲别了，微墨怕风。那你现在还咳嗽吗？需不需要喝点药？好了，娘，微墨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你好好休息，娘亲就不打扰你了啊。娘亲，你还不走吗？今晚啊，我就睡在这儿了，这儿挺好，比我那儿舒服多了。
我靠，别啊！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想让娘亲睡在这儿吗？没。微墨，你那床挺大的，娘亲跟你一起睡好不好？长到现在这么大，我还没睡过你的床呢，想享受一下。完了，要被发现了！别，不要！哎，小气鬼！娘亲，微墨真的累了，想休息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娘亲就不打扰你了。哎，这孩子身子骨就是弱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今晚我得好好守着他，不能睡着了。估计今晚是睡不着了，趁这个时间再修炼一下我母亲所留下的神魂修炼术吧。秘籍记载，人之精神来自神魂，精神撞神魂墙，神魂墙可离体出窍，独自在天地游荡，夜游日游，遇物甚至附体。神魂若想出窍，当内视五脏，精神凝聚，从下向上缓缓攀爬。神魂出窍，离体夜游，我这是成功了。这就是神魂达到梦游之境的感觉吗？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如履平地。待他日神魂突破这欲物境，便可御剑控物，杀人无形。到时候别说是那王氏母子，就算整个成国府，我都无所畏惧。那不是丈母娘的丫鬟樱桃吗？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是不是偷东西了？追上去看看。就这些？暂时就这些。诗和画，诗是那赘婿所作，画是齐二小姐所作，我都誊写下来了。继续守着，应该不止这些。画可以不要，只要那小子的诗词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明白。任那小子满腹才华，这次要让他背负抄袭的罪名。庆功宴上用抄袭的诗词欺骗长公主，基本等同欺君罔上之罪。到时候别说那个数字，就是整个秦家人抄家流放都是轻的。当然，这事不能我们亲自出头。毕竟我们和秦府是亲家，到时候只需把这诗词送给宋家。这些年，秦家霸占了宋家不少产业，表面上两家一团和气，背地里宋家恨惨了秦家。好毒的奸计，暗杀我不成，用奸计谋害我，谋害秦家。不过王氏，你终究是小看了我洛青州，偷诗是吧？我让你们偷，这一次我就给你们洛家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姑爷，您今天怎么白天过来了？那个二小姐呢？我又想了几首送给长公主的诗词，想写给二小姐。二小姐刚吃完午饭，正在午休呢。是姐夫吗？秋儿，让姐夫进来吧。姐夫，昨晚我写完那2首诗，
就回去休息了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。二小姐，您昨晚自己一个人睡得可好？微末昨天一个人睡得也很好。塞上秋风鼓角，承言落日惊起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，为谁甜？姐夫，长公主要是看了你写的这些诗，肯定会把你抓起来，天天给她写诗的。二小姐，跟昨天一样，把这些诗给夫人一并送过去。我这就叫秋儿送过去。秋儿，姐夫，这些已经足够了。我接下来写的诗，才是真正献给长公主的诗。到时候宴会上，你亲自交给长公主，在那之前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姐夫，怎么了？到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弟弟，娘亲，今天好热闹啊！咱墨城4大家族的人都来了呢。那是自然，长公主功高盖世，又是当今大炎皇帝的皇姐，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巴结。不过你一向喜静，今天竟然非要跟着前来，倒是反常的很。是啊，微末，你一向体弱，何必要自己背他？待会儿要是晕倒了，没关系的，娘亲。姐夫嘱咐过微末，一定要把这些诗词亲手送给长公主。几首诗词而已，还要让你亲自呈上？那臭小子又在搞什么鬼？走吧。锦南兄，好久不见呐！文正兄，你可来了。延年兄和宋普兄已经等候你许久了，里边请。好，请。是啊，是啊。哟，如月，你来啦！你家那姑爷怎么没跟你一块儿过来呀？我还以为他会在宴会上给长公主作诗呢。巧香，你忘了，如月家的姑爷是个赘婿，入赘之婿难登大雅之堂。可不是嘛！长公主的庆功宴，岂是一个赘婿有资格踏入的？都怪我多问，是我多嘴了。好了，你们都少说几句。如月，快坐。是啊，如月，快坐吧，位置都给你留好了。长公主到。参见长公主。长公主，您请上座。都坐下吧。谢长公主。长公主，今日在下邀请了诸多宾客来为长公主接风洗尘，顺便为庆祝长公主此战大胜，大伙都为长公主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聊表心意，还请长公主看一看。宋府拜见长公主。这次长公主在边境抵御敌军，大获全胜，不止扬我国威，还护我大燕子民。为感念长公主功绩，我宋府特送上一副强弓以及一幅画卷。此画上诗词皆是犬子征明为长公主所作，希望长公主喜欢。来人，
文采不错，好诗好词。谢长公主夸奖。这份礼物，下官送给长公主。这个时候，宴会应该开始了。小蝶，备车。公子，您是要去哪儿啊？去公主府。大戏要开场了。长公主，妾身也有礼物相送。恭贺长公主。下官送给长公主的是由小女为长公主所做的诗词书画。礼就免了。多谢长公主。长公主，秦家二千金在我们墨城素有才女之称，虽然身子柔弱，却能写绘画，多才多艺。今日这送给长公主的诗词，想必也是极好。不如让秦家二千金展开来念上几首，让大家平息平息，也可以让长公主指导一下，不是？也好，那就念2首吧，指导就不必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胭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皇军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首诗是你自己所作的？是小女所写。他说谎！长公主，这首诗不是他所作的。确实，这首诗我前几日在哪里听过。啊，我也记起来了，好像是宋家公子所作。我儿回去之后还念了好几遍呢。再念下一首。是，长公主。黄金错刀白玉妆，夜穿窗飞出光芒。楚虽三户能亡秦，岂有堂堂大言空无人。这首诗也是你自己所作的？是。长公主，他说谎，这2首诗皆是犬子宋征明所作。这首诗我前2天也听过，的确是那宋家才子所作啊。唉，真没想到这秦家小姐看着柔柔弱弱，令人生怜，没想到竟如此不要脸，偷窃他人诗词不说，竟然还敢在长公主面前大放厥词，说是自己所作。孙巧香，你说是你儿子所作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再念。塞上秋风鼓角，城头落日旌旗。归期犹及柳依依，春归月，红袖不须提。长公主，这首诗也是我儿所作。再念。堂上谋臣帷幄，边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焉可伐虞？再念。此日楼台鼎鼎，他时剑履山河。再念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未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偷窃呀！简直的全部是偷窃呀！这诗我之前都听过，这确实是宋家宋大公子所作。哎呀，真是可恶！竟然在长公主的庆功宴上用偷来的诗词当面欺骗长公主，秦家这是大逆不道啊！秦文正，你秦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用抄来的诗词来戏弄长公主，你可知罪？长公主，臣
冤枉啊！我们冤枉啊！冤枉！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敢狡辩？长公主、江城主，秦家千金抄袭我儿诗作，欺瞒戏弄长公主，大逆不道，理应问斩。秦家知情不言，居心叵测，应当一并处理，抄家流放，以儆效尤。来人，将秦家人一并押入大牢。是。住手！姐夫，秦昭，女婿，姐夫，你来了。文墨，辛苦你了，接下来的交给我吧。是你？你真是好大的狗胆！长公主的庆功宴也是你一个卑微的赘婿可以入席的。长公主，此人是秦家的赘婿，您玉体金躯，何等的尊贵！这秦家人居然让一个下贱的赘婿入席，真是有辱名声啊！不错，长公主，秦家人抄袭我儿诗词，欺骗长公主您在先，而今又纵容这一卑贱赘婿闯入宴会，实在是用心险恶，明显没把长公主放在眼里。请长公主下令将秦家人满门抄斩，以正法纪。我一个赘婿闯入宴会，便要满门抄斩。那我想问问宋家主、宋夫人，若你们宋家谋逆造反，是不是当诛灭九族？放肆！你个卑贱赘婿，岂敢胡言！长公主，这赘婿信口胡诌，诬陷忠良，还请长公主严惩。你们宋家写反诗、造反词，不是谋逆又是什么？什么？啊，反诗？这秦家女婿到底瞎说还是确有其事啊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坏了计划。洛清舟，你伙同秦家冒犯长公主，还不跪下认罪？岂敢在这胡言，乱生是非！江城主，你不必给我面子，这个庶子罪无可恕，直接把他给抓了。动手！慢着，你就是秦家大小姐招的赘婿？草民正是。你可知诬陷谋反是何罪名？草民知道，但草民更知为大言除奸是大言亿万子民的义务。那我问你，你说宋家谋逆可有证据？当然有。这个便是证据。长公主明鉴，这画卷上的诗词全是我儿专门为长公主所作，怎么可能是我宋家谋逆的证据？定是这赘婿诬告。老爷，让他说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我就不信了，这小子能有通天的本事，将白的描成黑的。宋夫人，这可是你让我说的。想必殿下刚才都听到了，秦二小姐和宋家公子献上的诗，虽然大致相同，但其中几首绝对有偏差。比如这一首，二小姐的是“城头落日惊奇，先生已动辽西”，而宋家公子的是“城沿落日惊奇，先生将动芒西”。长公主明鉴，这秦家小姐抄袭我儿的诗作，故意换了几个字。宋夫人莫急，且听我说完。将这两首诗中不同的字拿出来，二小姐的是“头”、“夷”、“辽”，而宋家公子的是“沿”、“江”、“王”。头一辽，沿江王，大沿江王。长公主明鉴，我宋家对大言忠心耿耿，对长公主忠心耿耿啊，绝不会故意做出这样的反诗的。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是吗，宋家主？那这第二首呢？二小姐的是“鞭头猛将干戈，他时剑履山川”，
而宋家公子的是边岩猛将干戈，他使壁垒王川。这2首诗中不同的字，分别是岩、壁、王。说这第1首是巧合，那这第2首呢？岩、壁、王，大岩、壁王。第1首是岩浆王，第2首是岩壁王，这莫非是宋家当真有谋反之意？啊！长公主明鉴，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是吗？那这第3首呢？宋家公子和2小姐的诗中依旧有3个字不同，分别是半卷岩旗临易水的岩，暴君将军台上意的将，提携玉龙为君王的王。这3个字连起来，宋家主不妨念上一遍。我岩浆王，这次倒是连装都不装了。巧合，长公主，这真的是巧合呀！殿下，一连3首反诗，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况且在座的懂诗的大人应该不少，将这些诗多念几遍，不难发现2小姐的诗押韵圆润，用词用字都恰到好处，而宋家公子的诗，其他的都没问题，恰偏那几个字极为突兀，这完全是刻意为之，绝非巧合。好一个岩浆王，岩壁王！我泱泱大燕帝国，岂会因你几句反诗，就真的将亡必亡？来人，将宋府和在场宋家所有反贼一并拿下，还有立即出发去墨城，把宋家所有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打入死牢，宋家家产全部查抄，待我禀明圣上，他日必将宋家一众反贼满门抄斩。长公主，城主大人，冤枉的！这反诗是成国府大夫人给民妇的，她逼民妇呈给长公主，她想要除掉他们的庶子，灭了秦府。是她！这反诗是成国府所做。孙巧香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污蔑，你疯狗乱咬人！长公主明鉴，民妇根本就没有给过他那些诗词，更没有写过那些反诗。民妇若有谎言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王爷，你放屁！明明就是你给我的，这些反诗就是你写的，你写的！你想一石二鸟，想要害死宋家，害死秦家，你好歹动点心啊你！长公主明鉴，民妇根本就没有见过宋夫人，民妇也根本就不会写诗，是他污蔑，是这个贱人污蔑！狗有狗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泼妇，长公主面前你竟敢如此放肆，说是说非，长公主自有决定，求你在这里聒噪。把骆家夫人带入牢里，待我明日亲自审查。老爷，延年兄，现在本城主要去你成国府查抄所有诗词书画，你可有意见？江城主，你尽管搜查。骆某对大言、对圣上、对长公主一片忠心，日月可见。家中若有反诗罪者，骆某立即引京受戮，不许他人动手。好，张武，现在立刻带人去成国府搜查。是。带头。冤枉！我们冤枉啊！我们冤枉啊！走。张公主，您看卑职这样处理是否妥当？都起来吧，各家礼物都献完了吧？今天这场宴会就这样吧。可宴席已备好，不如……我累了。啊，长公主。长公主，秦家光揭露宋家谋反了，还没来得及给您献礼呢。我们献过了刚刚那些诗。
我妹妹王云如此精密谋划，还是着了秦家的道。这该死的秦家害我妹妹这么惨，我今天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这王伦不愧是跟王云是兄妹，果然一丘之貉，一样的阴险歹毒。怎么，秦大人没有准备给长公主的贺礼？还是说，那份跟反诗有8分类似的诗词，就是你们的贺礼了？让王大人失望了，我们秦家还有礼物。长公主，岳父大人来得匆忙，忘带了贺礼，所以我便冒昧前来，只为代秦家为长公主献上贺礼。这便是我们秦家的贺礼。以本未写完的故事，还请长公主过目。什么故事啊？名叫《三国演义》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话说这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秦家这份礼物，本公主很喜欢。能让长公主欢喜，是我秦家的福分。不过，如此气势磅礴的文章，也是二小姐所作吗？长公主目光如炬，不瞒您说，这些诗词和文章都是出自我姐夫之手。只不过碍于他的身份，所以他把这些诗词给微末，让微末献给长公主。诗是好诗，文章也是好文章。墨城这等偏僻之地，难得出了你这样的人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出身何处？儿子，长公主问你话呢，赶紧如实回答呀！这个不要脸的老狗，抢风头的时候倒是知道青州是自己儿子了。回长公主，草名落青州，出自墨城秦家。这骆公子不是骆家的三公子吗？怎么说是出自秦家呀？你们忘了，骆家早就把他弄到秦家了。如今的他自称秦家，倒也不错。也是，不过这骆家真是有眼无珠。骆公子才华横溢，日后必定是飞黄腾达。现在看来，倒是便宜了秦家。这小子还算有良心，没白疼。我大言任人唯才，1个月后便是科举考试，我会关注你的。若是你能科举高中，我自会请奏圣上，重用于你。至于秦家能为我大言培养此等人才，他日自会一并封赏。多谢长公主。时候不早了，开宴吧。是，长公主。开宴。走，青州，上车回府。岳父大人，您跟岳母大人和二小姐坐车吧，我走回去。哎，那怎么行？今天不止为我秦家长了脸，还帮我秦家报了仇。这马车你不坐，还有谁坐？哎呀，我来坐吧。你要是不坐，今天我这个老丈人就背女婿回府。哎，别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晚辈坐就是了。哎，走，上车，走。公子，好消息！刚才看到有大队甲士从城主府出来，一定是夫人计谋得逞，秦家人抄袭诗词一事败露，触怒了长公主。城主派去抓秦家人的。当真？是的，亲眼所见。惹怒了长公主，秦家就算不满门抄斩，最差也是流放3千里。二公子，那秦家完了，庶子也完了。让那种野种活到现在也是便宜他了。继续打探消息，看看那庶子是杀头还是被流放。若是被流放的话，中途派几个杀手把人给解决了。是，二公子。到公子怀里来。今晚公子高兴，陪公子喝酒，不醉不休。
大胆！你们什么人？敢夜闯洛国府扰本公子雅兴，不想活了吗？二公子是吧？洛国府涉嫌谋逆，贵府夫人王氏现已被关入狱。我等奉城主之命，要来搜查。若欲反抗，格杀勿论。搜！二公子，不好了！二公子，城主府的假释冲咱们来了！用你说，我不傻！你这个蠢货！你刚才不是说他们去查抄秦家吗？为何查抄的是我洛家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是说，今晚庆功宴上所有的一切，都是青州的谋划？是啊，爹，姐夫早就知道咱们府中有奸细，而且也知道他写给长公主的诗词会被奸细偷走，所以呢，他就将计就计，把那些错误的诗词让奸细偷走，然后再给魏墨正确的。于是就有了今天庆功宴上的这出大戏。怎么样，爹，姐夫厉害吧？当真好谋略。一点小聪明而已，岳父大人见笑了。娘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好，阴险。宋家人确实阴险呢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时间不早了，青州就不多打扰了。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明日家宴，你二叔三叔都会来，到时候你也过来，正好见见你二叔三叔。是，岳父大人。那魏墨也告辞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娘，魏墨也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你是想回房间休息吗？我都不想揭穿你。我看你啊，要被那小子把魂儿都给勾走了。我要是不看着你，看着秦家，那总有一天啊，这秦家上下都要被那小子连锅带灶的给全都端走了。以后不准你跟那小子单独相处。娘亲，不准！二叔、三叔，这个就是我姐夫。青州见过二叔，见过三叔。好，好啊！侄女婿，快坐，到三叔这边来。三叔，青州站着就行。哎，这大功臣哪能站着？宋家跟咱秦家世代不和，明争暗斗了近100年。当年咱们父亲暴毙，跟宋家肯定脱不了干系。我们兄弟3人这几年用尽手段，都奈何不了他们。没想到竟被侄女婿几句诗词就给搞垮了。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现在看来倒是三叔我浅薄了。只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抓到成国府谋反的证据。听说王氏这会儿已经被放出来了。老三，这回你倒是夸起来了。当初骆家说把青州入赘咱秦家的时候，你可是头一个反对的。二哥，说这干啥？大哥，青州为咱秦家立了那么大，你可得重重赏赐。那是自然。青州，说想要什么奖励？还想给这混小子奖励？你2个女儿都快被他给霍霍完了，还准备奖励他什么？难不成把那老三家的那个千金也想给他祸害？岳父大人，青州本来就是秦国府人，为秦国府做事是应当的，不需要什么奖励。爹爹，姐夫是自己人，不用奖励的。如果一定要奖励的话，就让微墨奖励姐夫吧。这个死丫头在胡说什么？大哥，我倒是觉得微墨跟青州也挺般配的，倒不如你把微墨也许给青州算了。胡闹吗？这是。嫂子，这男人嘛，3妻4妾正常，姐妹共侍一夫也不少见。况且侄女婿才学过人，又得长公主赏识，日后科举高中状元指日可待。唯一的不足啊，就是不懂武学。
以后我亲自教他习武，到时候青州文武全才，必成大器呀！啊，那也不行。哎，嫂子，你要是舍不得为墨，我可就将我家嫣儿许给青州了。我家嫣儿自从得知那首“两情若是久长时”，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词是青州所作，可是对她迷恋得很呐。不行，不行。那个，姐夫现在还在备考，不能分心。哈哈，也是，那就等青州状元高中，我再将嫣儿许配给他。青州，你看可好？这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胡闹了。大哥，青州，你先回去读书吧，全心备考。待会儿会差人将饭菜送至你房中。是。这次多亏了我修炼神魂成功，方才识破他们的阴谋，否则被满门抄斩的就不是宋家，而是我们秦家。王氏母子恨我入骨，这次害我不成，肯定还会有下次。我得抓紧提升实力，变得更强才是。书中记载，神魂若想变强，应当时常出窍，沐浴日月精华。今日满月，月华之力浓郁，倒是修炼神魂的绝佳时间。奇怪，那边怎么回事？好浓的血腥之气！公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要急，慢慢说。公子，我刚得到消息，三爷府中出事了，全部都死了。齐老爷已经带着人过去了。全部？说清楚，到底多少人？那奴婢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三爷和三夫人。还有嫣儿小姐以及几位堂公子全都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三爷和嫣儿小姐都死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中午还一起吃饭，到了晚上竟然满门被杀。这究竟是谁干的？是针对三叔一家，还是整个秦氏家族？如果是后者，那整个秦国府都不安全了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杀到这里。公子，你别吓小蝶啊！姑爷，夫人让我带你去大厅暂避，那边护卫众多，大小姐跟二小姐都已经过去了。好，小蝶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姐夫，你来了！三叔一家连带丫鬟和下人50多口人都被杀了。我听说了，对方针对的可能不仅仅是三叔一家人，或许包括整个秦国府。最近这几日，大家都注意点。岳父大人呢？还没回来吗？娘亲。你和你姐姐在这里待着，我去外面看看你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放心，我有护卫跟着，没事的。夏蝉，你过去跟着夫人注意这点那2个护卫。相信我，这里有我。婵婵，听姑爷的吧。姑爷，你别说话，一会儿都靠近我。杀戮要开始了，去死吧！
没事，夫人。刚刚不知道哪来一阵风，把灯都吹灭了。没事，阎王爷说谎骗鬼呢你，这也叫没事？百灵，这些都是你干的。蒹葭在外面带回来的2个小丫鬟，果然都不简单。夏蝉冷若冰霜，一剑封喉，就连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百灵也深藏不露。夫人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难不成还是这臭小子？娘，真的是姐夫救了我们。刚才你走了之后，蜡烛突然都熄灭了。这3个嬷嬷是杀手。就是现在！现在已经被打死了2个，还剩下1个，身负重伤，估计也快不行了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个小子一个人连杀了3个刺客。他不是一个书生吗？娘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姐夫很厉害的。得了吧，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没被吓得尿裤子，我就高看他。他还有本事杀人？臭丫头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许你老娘开心？今天晚上能活得下来啊，还得多亏你姐姐带回来的百灵和夏蝉吧，不然娘俩呀，下去都陪你3叔喽。孙母，你在我们秦家10几年了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秦家？夫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你就杀了我吧，给奴婢一个痛快。刚才从黑暗中出来出手杀我的人，真的是你，好狠！老师真是瞎了眼，竟没看出你是武者。你到底怎么提前发现我们的？我们刚吹灭蜡烛和油灯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你就窜出来一拳一个，而且我们还分散在各处。老身真是纳闷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你让老身死得瞑目一些。嬷嬷，你真是好奇怪啊！你是我们秦家的叛徒，我为什么要让你死得瞑目呀？你当我傻呀？你秦家3爷那里也是你们干的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只要你老实交代，我可以看在你伺候我多年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宋家对我有恩，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告诉是逃出来的宋家2爷让我们做的。他说是宋家，我没说。对，是宋家。你说是宋家，那便是宋家吧，反正老身也活不了了，你就随便说吧。宋家背叛谋逆，被关押抄家，难道还有人逃出来？说，逃出来几10个人，50个还是100个？1000个，10000个。宋如月，你就猜吧，你就是猜到死，也绝不会猜到逃出来的有23个人。他说逃出来23人。你怎么会？23个？他说了。夫人，我猜的。用你猜？一边待着去，别耽误我审讯犯人。说，宋家逃犯藏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背叛我们秦家？是因为钱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杀我的那2个护卫，也是宋家派人指使的？不说是吧？不说，还是不说是吧？说还是不说？呸！宋如月，你个小浪蹄子，自恋臭美，自私自利，势利眼，虚伪。明明已经是30岁的老女人了，还
还天天装嫩装少女，你简直是恶心至极！我29，我29，说29，你说呀你！是宋家，宋家一共逃出来23人，都藏在郊区破烂的暗道里面。今晚三叔将被灭口，就是他们家破人亡，买通了婢女护卫，不顾一切的想要报复我们秦家。我想，除了宋家，应该还有其他人，不然宋家不可能逃出来。还有二小姐，他们觉得你是秦家的智囊和最重要的，比你爹爹和娘亲还要重要。所以，如果他们今晚动手，会先杀了你。他们真笨，他们注定会失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秦府的智囊团和最重要的人，不是我，而是姐夫你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，还说暂时已经没事了，让大家都回房休息。好，带我去见老爷。至于其他人，都先回房休息。至于孙某某，把他关起来，笼子里的肥鸭，早晚我要杀了。哼！走。姐姐，姐夫，那微末就先走了。好，好好休息。大小姐，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你会读心？他竟然看出来了！都说我这娘子痴傻，现在看来，只怕他才是这秦府中最聪明的人。今天谢谢你，以后有时间多陪陪微末，他很喜欢你。大小姐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，洞房那晚的人是你吗？大小姐。姑爷，你若再上前，缠缠手中的剑，就要认不得姑爷了。武生有5大境界，这几日刻苦训练，日夜用灵液温养，连破练皮、练肉、炼金、炼骨4大境界，而今已经到达炼藏大成之境，距离成为武师只剩下1步之遥。而且靠着武功秘籍的玄妙以及神魂之力加持，越阶而战，于我而言并非难事，但对付成国府还不够。王氏落狱，等着吧，待我练成武师之日，便是你们血债血偿之时。公子，公子，对不起，奴婢不知道您在沐浴。没关系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难道是屠杀三叔一家的刺客抓到了？不是，夫人让姑爷去前厅见客，好像是洛玉公子和王管家到了。三弟来的正好啊，二哥刚要去看望你呢。二哥有心了。秦家出的事，父亲他们都已经知道了。今晚还特意在府中设宴，要给秦大人和夫人压惊。还有上次反噬的事情，母亲呢也是被宋家人诬陷，趁这个机会正好去解释一下。好，母亲还特意嘱咐今晚家宴，要三弟和弟妹一块儿过去。我家青州忙着备考，只怕没什么时间参加什么宴会。哼。说起备考，差点忘了。来之前，母亲让我告诉你，科举考试是为国选才，程序严格。如果想要报考的话，得需要一些证明的文书。母亲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让你今晚去赴宴的时候再确认一下。这件事要是弄错了，后面报名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二哥放心，青州今晚会过去。好，那我们一家人也吃个团圆饭。好，二哥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那就慢走吧，不送了。放肆！你一个庶子，也配给二公子走？哎你！
既然三弟不想留着二哥，那二哥就先回府等三弟了。这小杂种真是好大狗胆，竟然不把二公子放在眼里。不过他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夫人已经跟宋家二爷商量好了，等今晚秦家一起赴宴，他们便开始行动。这次不只让这小杂种活不了，还有秦府上下所有人都得死。哼！王氏果然和宋家人有勾结，看来宋家那些余孽不能留了。青州，你想清楚了，你真要去成国府赴宴？那日庆功宴上，你蹙了洛爷您的眉头，只怕今晚洛家人不会给你好脸色。就是，你若不想去就不去。关于那些报名的文书，我和你岳父大人帮你拿回来。不用了，岳母大人，大夫人那里有些我母亲留下的证明，我想亲自拿回来。那好吧，去告诉金家一声，今晚你们夫妻一起过去吧。是。唉，蒹葭的性子越发冷了。恐怕呀，今天晚上他是不会去的。这个贱人，几日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。当初我随便看他一眼，他就全身发抖，双腿发软，站不住。如今有了秦府做靠山，竟是不把我这个二公子放在眼里了。二公子息怒，今晚这杂种必死。哼！王叔，你与我娘亲做的那些事情，别以为我爹爹不知道，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次你们最好是别露出马脚，否则估计就算是我娘亲也保不住你。公子放心，这次绝不会出错。为保万无一失，夫人还特意把表少爷叫过来了，那可是武师。今晚跟宋家人一起行动，保证杀了秦府片甲不留。哼，王照，看来这次娘亲是动真怒了。不过那王照是王家最看重的子弟，也是我娘亲最喜欢的侄儿。你们可要计划好了，别出了差错。是，公子。哼。姑爷来了，一月之期还未到，今日还不是跟小姐圆房的时候。今晚要去成国府赴宴，岳父大人让我过来叫大小姐一块去。去找魏墨吧，让他陪你。夏蝉，你也一块去。是。去吧，好好对魏墨。大小姐，昨天的问题。姑爷，您该离开了。弟弟，娘亲，魏墨来了。你姐姐身体不适，今晚成国府家宴，你就替你姐姐过去吧。姐夫给我说了。那小子呢？姐夫说他要去给洛夫人准备礼物，晚点跟夏蝉一起过来。王氏害了他母亲，还给他买了礼物，这是糊涂了吧？好了。当着小辈儿注意点言行，青州毕竟是晚辈，给长辈准备礼物也是礼数。先上车吧。哎，夫人，秦家已经出发了。很奇怪，那小子和秦家大小姐都没来。没来吗？更好，告诉赵儿，秦家一个不留，尤其是那杂种与秦家大小姐，他们一死，玉儿的心结也便彻底解了，日后也就能安心修炼，备考科举了。是，夫人。血的种子太多了，快咬死我了！不是去洛家赴宴吗？为什么来这里？
还买这么多石灰和面粉？这去赴宴前得先准备礼物不是？我刚才神魂探查过了，门口有4人守着，里面藏着9个人。我们得先想办法将门口4个人悄无声息地干掉。婵婵，你有办法吗？人呢？4个都杀了。好狠的女子！秦文正的老狗已经去参加晚宴了，一会儿就动手。现在府中就只有秦家大小姐、管家以及3名护卫，还有陈国府那名庶子以及一些丫鬟仆人，其中最棘手的是那名叫夏蝉的侍女。到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好，到时候那个赘婿就交给我，等我杀了他，就找你们会合，然后咱们一起去对付那个叫夏蝉的侍女。怎么回事？外面什么呀？石灰还有面粉，大家快闭上眼，无路最后退！该死，为什么咱们困死在这儿？大家不要坐以待毙，都跟在我身后，一块儿冲过去！走，快走！婵婵，看好了，一会儿给你放个大炮场。婵婵，跑！王赵表哥，别来无恙了。贱人，是你！这的爆炸是你干的！表哥，这可怪不了我这也是出于自卫，迫不得已。不过王氏那母子还真是下了血本，竟然把你都派出来了。刚才那爆炸都没能杀你，想必你应该已经起码是5失境了。哼，既然知道，还不快跪下求死！婵婵，这个人交给我，你去处理另外2个。你行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一介书生还敢反抗，找死！该死的人是你！你是？怎么都爱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就是个书生，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居然打死一个武士，这数字怎么会这么强？说，现在怎么办？所有人都死了，就剩咱俩了，跑吧！废话，我不能死啊！完事了，婵婵，咱们先去洗澡换衣，再去吃饭送礼。你一直盯着我干嘛？没见过书生杀人吗？刚才你让面粉爆炸的那一招叫什么？那个叫科学。亲家妹妹，青州入赘过去后，没有闯什么祸端吧？他若是坏了规矩，你们不好管教，尽管对我说便是。我会替老爷，替他娘亲好好管教你。伯母，姐夫现在已经是我们秦家人了，如果他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们秦家自会管教，就不用您费心了。毕竟您跟姐夫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更不好管教了。况且姐夫来了我们家之后，处处都做得很好，没有一点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们夸奖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教训他呢？弟弟，娘亲，你们说微墨说的对不对啊？青州那孩子表现很好。对，青州很好，好的不得了。好，快把你这小姨子都给扒到碗里去了。你以为这卑微庶子入赘后也会遭秦家嫌弃？现在看来，这小杂种竟混得还不错，连这秦二小姐都为妇。微墨不会有咱墨城第一才女的美誉，
不止诗才过人，却也能言善辩，也不知道将来会便宜谁家的少爷。宋家妹妹，微末应该也快到成亲的年纪了，不知道可有合适人选？若是没有的话，我这里倒有一位，那人与你们秦家门当户对，人不仅长得一表人才，还是个武者。你说王照吧？对，老爷，就是照儿。我那侄子是王家嫡子，前途远大，年纪轻轻便是武师境界。若是与微末结成良缘，绝对是天造地设，令人羡慕的一对儿。娘亲这招好狠呐！让王照去屠杀秦家，又替王照求亲，让钱二小姐嫁给仇人，可谓杀人诛心。不用了，我们已经为微末寻到人选，那人啊，可不比你的侄儿差。无论是长相啊，还是才华，我们家微末都很满意。待他日科举高中，一定便与我们家微末成亲。娘亲说的人难道是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同意入赘。我家微末身子不好，我们是不可能把她嫁出去的。不过你家侄儿若是同意入赘我们秦家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门亲事，只是不知你那侄儿愿意吗？我侄子赵儿乃王家嫡子，未来的爵位继承人，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会入赘？宋如月这贱人说这话明显是在羞辱。不过你也得意不了太久了，这会儿赵儿估计已经在秦家杀疯了，到时候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老爷夫人，晚宴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开宴吧。娘亲，姐夫还没有来呢。一个赘婿不用管他，我们先吃，待会儿饭菜凉了。不着急，青州还没来，我们还是再等一下吧。好，那就再等等吧。等？你们就是等到天亮，他也不会来了。那小杂种这会儿怕是已经死在赵儿剑下了。我看咱们别等了，他肯定是不会来了。伯母为何如此确定？已死之人当然确定。这个点儿还没有到，肯定是不会来了。大夫人设的宴，晚辈岂敢不来？姐夫，姐夫，你来了。什么？这庶子没死？二哥怎么这么激动？难道二哥觉得三弟不该出现在这？我放肆！你这庶子，见到你哥为何不拜？还有，你明知道今日家宴，却无故来迟，让大家都等你个废物赘婿，你还真是好大的架子，还不跪下认错！伯母，微末刚刚跟你说过了，今日我们受邀约前来是客人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客人，未免也太不尊重我们秦家了吧？不错，青州现在是我秦家的人，犯错训斥也应当由我秦家来训斥，还轮不到洛夫人你来。秦夫人、二小姐，没想到你们对我这个没娘的庶子这么看重，看样子贵府应该对我们成国府这个赘婿很满意。当然满意，不只是我们秦府满意，就连长公主也满意的很呢。那日在庆功宴上，长公主亲口说了，待到我姐夫科举高中，就禀报陛下，必举以重任。说起来，我们秦家还得感谢陈伯父把姐夫让给了我们，到时候伯父和伯母可不要反悔。二小姐是在说笑吗？长公主怎么能看得上一个赘婿？这话乃是长公主在庆功宴上亲口所说，洛伯父也听到了。怎么，洛伯母你没听见吗？哦，我忘了，那天洛伯母你好像被抓走了。放肆，敢对我母亲不敬！二公子请息怒，微末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事，今天微末想要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我姐夫才华过世，已经是我的心上人。我娘亲已经同意，等我姐夫科举高中，就让微末跟姐夫成亲。咦，
你说什么？你也要嫁给他？你这样可对得起你姐姐？这件事我姐姐已经同意了。怎么，我和姐姐一起伺候姐夫，跟二公子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么激动干嘛？秦二小姐真是好口舌，我家月儿只是关心自己的弟弟，随口多问了一句。秦二小姐没必要这般态度吧？伯母，相对于当初你们悔婚时的态度，微木的态度已经很好了。你，好家伙，我这小爷子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没想到也能这么霸气。好了，开饭吧。延年兄，这开饭之前把青州报名科举用到的一些文书，是不是先给我一下？毕竟这科举报名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应该的，没问题。王成，把东西给秦老爷送过去。多谢延年兄了，不过似乎少了一件东西。青州村里的出生凭证，劳烦也一并交给我吧。报名的时候没了它可不行啊。出生凭证？夫人，有那东西吗？老爷，好像没有。秦大人，那出生凭证原本是在青州娘亲手里，不知道她是忘在村里了，还是丢哪里去了。入府之后并没有交给我们，我们这里确实没有。大夫人，我娘亲临终前跟我说过，那东西是被你拿走了。你放肆！洛青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说这话，莫非是在质疑我娘亲撒谎不成？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。今日回门，不给父母兄长带点礼物也就算了，还敢当面顶撞！二哥教训的是，既然二哥想要礼物，那青州就将礼物奉上，只求还回我母亲当年给我的出生证明。下禅，送礼。你这是送的什么礼物？老爷，尸体。王成，去看看是谁的尸体。如果这个侍女杀的是我成国府里的人，今日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是，老爷。这啊，到底是谁呀？快说呀！表公子。哪个表公子？你快说！夫人，是王昭表公子。娘亲，欺人太甚！文正兄，如果今日你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，我成国府和王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延年兄，这怕是误会吧？误会？我侄子的尸体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敢说是误会？老爷，秦家侍女杀我侄儿，你要为昭儿做主啊！来人，给我将那逆子拿下！秦家那侍女就地格杀，别若阻拦，格杀无论。延年兄，这何至如此呢？这畜生大逆不道，敢指使他人杀王家嫡子，我夫人的亲侄儿，这样罪行我岂能容他？骆大人，您确定要为他报仇吗？我建议您先看看其他的尸体，再做定夺，免得让骆家满门抄斩。下禅。这是，老爷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们杀了昭儿，杀了我们昭儿啊！你让我怎么跟我的兄长交代啊？杀了这小贱人，杀了这些杀人凶手，我要替我的昭儿报仇！这个蠢妇，都被烧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能够看得出来？怎么可能是昭儿？你。宋冯，宋家的二爷。
什么？宋府的第二子，3人都是宋家的逆贼，谋逆的要犯。城里城外到处都是他们的画像。延年兄，你应该都认识吧？认识，都认识。那这个呢？看起来好像不是宋家的人。延年兄，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王夫人，你可曾认识？不认识。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侄儿王照，现在却又说不认识了。我……抱歉，刚才是我管家和那人都认错了，确实没有王照。对，刚刚是我看错了。看来刚才都是误会了。大夫人，这些可都是宋家的逃犯，杀死有赏。刚才二哥怪罪青州赴宴没有带礼品，那我便借这些尸体作为礼品送给夫人。不知夫人和二哥意下如何？挺好的，把这些礼物就收下去吧。骆伯父，既然礼我们已经送到了，我看伯母和二公子也都挺满意，那就请伯父去找一下我姐夫的出生证明，说不定等会儿就找到了呢。你说对吧，骆伯父？啊，对，你带着人去找一下，府中都仔细找一遍。是，老爷。爹爹，在青州娘亲曾经做事的屋子里找到了。文正兄，东西都给你了，他以后就是你们秦府的人了，和我陈国府再无任何关系。那就多谢延年兄了。骆伯父说的是，不过微末心里有一句话要送给骆伯父和骆家人：姐夫现在已经是我们秦家的人了，你们再也没有资格训斥他，再也没有资格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，把他当作下人一般对待。我这小姨子能处？微末这丫头究竟被那小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如此袒护那小子？完了，这臭丫头算是彻底沦陷。时候不早了，开始吃饭吧。秦大人，恕不远送。好。哼，用你送？回去再说。你这蠢妇，我家早晚亡于你手！这蠢货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沾上任何谋逆的犯人。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长天在京都发展的很好，玉儿也马上可考高中，我陈国府会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毁在你的手里，你就是死10000次也难辞其罪。人头我处理掉了，你兄长那儿就别去了。如果他们任何人问你，就说没有见过王照，至于去了哪儿你也不知道。如果今晚的事情屋里任何一个人传出去，我就拿你试问。哼！娘亲，玉儿放心，娘亲向你保证，属于你的东西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夺走。只要你喜欢，只要你开心，娘可以付出一切代价，一切代价。哼！出生证明已经让他拿走了，他又有那个侍女保护，你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看他金榜题名，姐妹双收。夫人，夫人，二公子，大公子从京都来信了。上天垂怜我王云啊！
孩儿落月，恭喜娘亲，将封诰命夫人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册封圣旨10日后便到，传令下去。10日后我要大摆宴席，邀请墨城所有贵族来参加我的册封大典。是。玉儿放心，在这之前，我青州他必死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刚才青州擅作主张，用那些尸体换来娘亲的遗物，还请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恕罪。爹，这件事跟姐夫没有关系，都是微末的主意。你要罚，便罚微末吧。你是该罚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姐妹共侍一夫，这是一个女孩子该说出来的话吗？娘，我那不是想替姐夫出口气吗？那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名节说出这等胡话。你以后还怎么嫁人？难不成你还真想便宜这小子？好了好了，微末也是逢场作戏，何必当真？青州，你也坐吧。那些尸体，咱们若强行带走，成国府的人必会拼命。况且，仅凭那王照的尸体，并不能说明成国府参与了宋家谋逆，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换出生凭证。你的前途对我们秦家远比那些逆贼重要。爹，那你也不应该故意踩那些尸体吧？好脏的。爹爹那是心头舒畅，被成国府压了这么多年，今日可算是狠狠出了口恶气，忍不住了。你们是没看到那些人脸上的表情，特别是洛延年和他夫人。哎呀，那叫一个哑巴吃黄连，后槽牙都咬掉了，真是太解气了，太他妈爽了，爽的老子差点要当场脱裤子尿那些狗鸡巴玩意儿们一脸，爽！这老张似乎也不怎么正经啊。对了，夏蝉呢？也不知道夏蝉这姑娘是从哪儿找来这些宋家反贼的，不止为三弟报仇，还狠狠地抽了成国府的脸。这次多亏了她呀，得好好赏赐。爹爹，有没有可能这些人是姐夫找到的呢？姐夫其实很厉害的。就他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你还真敢给他揽功啊？你问问他，这功劳他自己敢认吗？估计说是我的功劳，我这丈母娘也不信，到时候还得费劲巴拉的跟他们解释。罢了，就让蝉蝉背这个锅吧。青州不敢，是夏蝉的功劳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都先回去休息，此事明日再说。还有，宋家应该还有逃犯在外，你们这几日依旧不能放松警惕。是，岳父大人，青州先告退了。好，那微末也告辞了。姐夫，虽然你不承认，但是微末知道今天都是你的功劳，对不对？哎，老爷，你看看，当着我们的面勾肩搭背、窃窃私语，这成何体统？唉，从孙嬷嬷那里得知，这次逃出来的宋家反贼有23人。今日我和夏蝉除掉了不过10几人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活着，其中不乏武师境的强者。这次失败后，宋家的报复只会更加疯狂，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才是。我的肉体刚刚晋升，短时间内只怕难以再次突破到武师境界，倒是神魂修炼可以试着突破一下。不过神魂虚幻，除了多出窍游荡之外，也不知如何能快速提升境界。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神魂修炼者，先过去看看。什么？好恐怖的实力！仅仅一个回目，便令我如坠冰窖，竟然动不了分毫。完了，这次遇到大佬了。前辈，晚辈无意冒犯，只是修炼神魂，恰巧路过此地，还望前辈谅解。谢前辈，晚辈这就离去。你修炼神魂是为了长生吗？竟是个女子。不过听她这意思，看来我娘亲留下的那本书上面记载的是真的。神魂修炼到一定境界，可不死不灭，获得永生。在下修炼神魂，起初只是好奇，偶然间出窍。至于现在，晚辈并没有多想，只是希望能尽快变得更强。你也修不了长生，长生之道乃无情之道。当戒嗔、戒痴、戒恨、戒爱，抛却世间一切情欲。无情无欲吗？我那个冷若冰山的娘子，倒是适合修炼长生。所以前辈修炼神魂是为了长生吗？我也不知。晚辈可以陪前辈说说话吗？这等大佬，若能得他一点指点，于我而言，定是大造化。今生越悟境还不指日可待。我不会教你任何修炼之法。我去，他也能读心？虽然听前辈这么说有些失望，但相逢便是缘。即便前辈不教我任何修行之法，晚辈也该陪前辈说说话。你想说什么话？晚辈会讲故事，前辈爱听吗？什么故事？情情爱爱的故事？自然不是，前辈是修行之人，刚才又提到了长生之法，或许前辈爱听修行长生的故事。天庭地狱，神仙鬼怪，长生不死，前辈爱听吗？天庭地狱，神仙，你觉得这世间有天庭地狱，有神仙吗？或许有，但也可能不叫天庭地狱。待晚辈神魂突破至更高的境界，或许就能看到了。至于神仙，对于晚辈而言，前辈已经是神仙了。这马屁，不知道这位神魂前辈喜不喜欢？听你讲故事吧。好，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傲来国，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山，唤为花果山。花果山里有一个石猴，那石猴在山中，菩提祖师念道：月藏玉兔，日藏乌。怎么不讲了？前辈，晚辈家中还有娘子，不能夜不归宿，该回家了。娘子？那便回去吧。以后每3日来一次这里讲故事，我教你修炼之法。是，谢前辈。月藏玉兔，日藏乌，自有龟蛇相盘结。相盘结，性命坚，却能活里种金莲。这法诀似有玄机。也不知道昨天那位神魂大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公子，成功府二夫人杨嫔找您。二夫人，您的脸……清昭，我没事，倒是你赶紧去你母亲的坟墓上看一看。昨晚我听到王氏咬牙切齿地说，他要派人去刨你娘亲的祖坟，还要请神婆用你娘的尸骨施展什么恶毒邪术，为他的侄儿报仇。什么？他敢！二夫人送走了吗？已经送走了。可是公子，您真的要去吗？大夫人肯定早早在坟墓旁边埋伏好了杀手，就等着您自投罗网。要不我去找秦老爷，让秦老爷派人保护您。不用了，因为宋家逃犯的事情，
岳父大人这段时间本来就焦头烂额，我又怎敢麻烦他？这件事情我自己解决。可公子，放心吧，没有把握之前，我不会送死。而且，我娘亲忌日将至，在这之前，他们应该还不会对我娘亲的坟墓动手。嗯。前辈，我不是让你3日后再来吗？你境界太低，神魂太弱，每日出窍，有损修为。前辈，我等不及了，我想尽快变强。为了什么？报仇吗？不只是报仇，我想保护我的亲人，我的娘子，以及所有我在乎的人。保护娘子，她应该对你很好吧？没有，相反，她不喜欢我，甚至可能还反感我，始终拒我于千里之外。可那又如何呢？她终归是我的娘子，我理应保护她，保护她的家人。况且，我很感激她。如果不是因为当初她不嫌弃我，愿意嫁给我这个庶子为妻，我也许也走不出曾经那地狱般的生活，更加没有办法遇到现在这些真正关心我的家人。家人吗？每日你都来吧，我会帮你的神魂达到御物境。是，谢前辈。讲故事吧，再讲一遍菩提祖师传给孙悟空的长生法诀。这神魂前辈为何特意听这段？难道前世传世4大名著之一的《西游记》中蕴含着神魂修炼、问道长生的法诀？好。话说那夜3更，悟空跪于榻下，听菩提祖师传长生之道，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悉修性命无他说，却来总是精气神，紧固牢藏修漏泄，修漏泄体中藏，如寿无传道自昌。再念一遍。显密圆通真妙诀，悉修性命无他说，却来总是精气神，紧固牢藏修漏泄，修漏泄体中藏，如寿无传道自昌。公子又要去后院竹林练拳吗？一个个的要你们有何用？种花都种不好，迟早要被你们气死。岳母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这几日火气这么大，谁又招惹他了？嘘，听说是成国府的大公子，保护皇上有功，皇上为表赏赐，下旨册封其母王氏为诰命夫人。明日就是册封大典，按规矩，墨城所有贵族都要前去道贺。怪不得，岳母大人跟王氏明争暗斗10几年，如今王氏册封诰命夫人，身份地位都压岳母大人一头，可见岳母大人心里不平衡。我就很疑惑，前几日王氏为何如此嚣张，失败了这么多次，依旧不知悔改，甚至还说要扒我娘亲坟墓。原来是如此，不过也嚣张不了多久。待我神魂突破御物境界之时，便是和他母子俩算总账的时候。起开！不好好读书，瞎晃悠些什么？你看看人家儿子给自己母亲这个诰命夫人回来，我那2个女儿没什么指望，你有本事
给我考个状元回来，也让我长长脸，省得受这份窝囊气。是，岳母大人，青州会尽力的。要突破了吗？神魂俱全，虚空明雾。前辈，我这是突破了。你已疏虚悟境，日后便可意念空无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神魂越雾，杀人无形？时候不早了，回去陪你娘子吧。明日再来。前辈，晚辈明日应该是来不了了，况且日后可能都无法再来。为什么？要离开了吗？明日是我娘亲的忌日，晚辈要去祭奠，况且还有些恩怨，晚辈想在明晚一并了结。若还有幸活着回来，晚辈一定过来再给前辈讲故事。若来不了，晚辈应该是已经死于仇人之手了。前辈授业之恩，晚辈铭记于心。若明日一去不归，来世再来报答前辈的恩情。明日来还见。这怎么还不出来？不知道啊。微末，快点儿！今晚洛夫人册封大典，长公主亲自颁布圣旨，我们可不能去迟了。爹爹，姐夫呢？整天就知道找那小子。今日是你姐夫娘亲的忌日，去成国府难免触景生情。我和你娘亲商量，决定不让她去了。哦，快走吧。公子，夫人他们已经前往成国府赴宴了。你留在府里，好好守着。公子，就让小爹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一人足矣。婵婵，你想去吗？大小姐说了，去不去由你。婵婵，不去吗？你实力强大，又是洛家二公子的心腹，前途无限。今夜何必亲自涉险，杀一个废物赘婿而已？我们这帮人还不是绰绰有余？是啊，还是不要轻敌的好。别忘了，你们宋家落到今日这田地，多数是拜他庶子所赐。确实，若不是这畜生揭发我宋家提反诗，我们又怎么会被满门抄斩，不将他挫骨扬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不过梅爷，我们都在这蹲守半个月了，他应该是不会来这儿了。我看，不如我们直接去秦府杀人吧。别急，今日是他娘的忌日，我相信他会来的。梅爷，还要等下去吗？晚宴开始正是秦府空虚的时候，若是等到晚宴结束，我们再去屠杀秦府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好吧，不等了，现在就去秦府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把他娘的坟给刨了，留下他娘的尸骨。他不来，咱们就将他娘的尸骨送给他。早该这样了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有滴血！想逃，逃得了吗？
梅爷，现在怎么办？对方杀人无形，只见其剑不见其人，难道是武道祖？宗师，老三爷，这是玉物境的神魂强者，该死！竟然有玉物境的神魂强者，这里怎么会有神魂强者？难道是那数字请来的？可他只是一个数字，他怎么会认识玉物境的神魂强者呢？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。神魂难杀，必须找出本体。神魂玉物有距离限制，能御剑杀人，本体必然就在这附近。找到了，去死吧！成功了！竟然是你！枪没了，结束了。一命换一命，你想死吗？我运气一向都很好，不是吗？饶命！饶命！想活命可以，我问你答。婵婵，帮我记下口供。你叫什么？是宋家人吗？宋正明，是宋家人。当初宋家因为谋逆被满门抄斩，都是谁帮助你们这些逆贼逃出来？还有秦氏三叔一家人全部被杀，是你们干的吗？有谁协助？延年兄，恭喜恭喜呀！文正兄，里边请，来，请。宋妹妹，你过来了。王家姐姐，恭喜恭喜呀！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年纪轻轻的就把诰命夫人给你挣了回来，不像我家那些孩子，没一个有用的。哪里，都是圣上隆恩厚爱，长天也是尽忠职守罢了。哎呀，宋妹妹，圣旨还没颁布呢，你怎么就开始磕头了？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宋如月，以后我就是诰命夫人，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等着吧，早晚会让你们全家给我的赵儿陪葬。娘亲，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宋家妹妹可能是太替我高兴了，一时激动，自己不小心给摔倒了。伯母，你是故意推我娘亲的，是不是？放肆！我娘亲那是皇上册封的诰命夫人，道德高尚，岂会做这种有损德行之事？如此构陷我娘亲，莫非是质疑圣上眼光？其心可诛！文墨，还不住口！罗夫人，抱歉，小女不懂事，胡说八道，您别跟小辈见人。文墨，还不快给你王伯母认错！伯母，对不起。微墨，不是伯母为难你，这道歉要有道歉的态度。跪下认错，不然的话，我们禀报给长公主，说你们质疑圣上眼光，侮辱诰命夫人德行，要知后果是你秦家承担不起的。姐夫，若是你在，应该会保护我跟娘亲吧？伯母，微墨错了。伯母，微墨错了。起来吧，这以后出门在外要知礼法，懂尊卑，这也是咱们是亲家，要换做其他人，今日
非赏你几个耳光不可。快起来！长公主到。恭迎长公主。都免礼吧。谢长公主。人都来齐了吧？回禀长公主，宾客已经到齐了。成国府夫人王氏，接旨。民妇王氏恭迎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成国府长子骆长天忠勇贯日，奋身护驾，诛逆戡乱，实乃家门训育至名校。其母王氏玉秀名门，秉心淑慎，训子成器，特封一品诰命夫人，赐金册宝印，凤冠霞帔，以家母德，望尔永葆淑慎之风，勤勉治家，为天下妇人典范，布告朝野，贤使之文，钦此。夫人，这凤冠霞帔乃是圣上所赐，今夜是夫人最荣耀的时刻，您都戴上，以示皇恩。谢主隆恩，民妇感激涕零。不羡慕，我一点都不羡慕。姐夫，逆子！今天是册封大典，你要干什么？长公主在上，草民骆青州以7尺残躯状告骆家谋逆。什么？想你多年，你不知感恩，反要害骆家，这枉为人子！枉为人子？骆延年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我的母亲是因为被你强暴方才生下的我。我在骆家这么多年，受尽屈辱，你不管不问，甚至你还纵容王氏毒杀我的生母。骆延年，你人面兽心，道貌岸然，也配称人父？你逆子！当着长公主的面，竟敢胡说八道！来人，让老公打死！住手！谁敢动我女婿？当着长公主的面，秦家，你们是在造反！你们要杀我姐夫，我爹爹只是喝退了你们的护院，怎么到了你们的嘴里就成了造反了？难道骆伯父你把自家当成了皇亲贵胄，把自己当成了当今陛下？只要忤逆你骆家、忤逆你骆伯父的人，都是造反谋逆了。长公主，臣子绝无此意，都是这个丫头牵强附会，胡说八道，请长公主明鉴。是啊，长公主，定是他们秦家眼红我娘亲蒙受皇恩，故意设计陷害，他们罪该万死，还请长公主还我骆家一个公道。我记得你，那本《三国演义》便是你所写。你刚才说成国府谋逆，可是真的？回长公主，千真万确，草民人证物证俱全，皆可指证骆家谋逆。逆死！再胡言，就算今天有人护着你，我也要一掌毙了你！老爷，一掌打死这个逆子，就当从未生过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。退下！长公主，你别听这个畜生胡言！延年兄，稍安勿躁，长公主自有定夺。你说你有证据，拿出来！本公主此次留守墨城多日，就是奉了皇上旨意，专门留下处理宋家谋逆一案。你若能找到谋逆案的逃犯和共犯，自然是大功一件。若你只是信口雌黄，随意污蔑，纵使你满腹才华，本公主也绝不饶你。
证据就是这个。这是，此乃宋家三家主宋岩谋逆的钦犯，在场的各位应该都认识他的画像，早已贴满墨城。而其他的也都是宋家的逃犯。江城主，这几只捉拿钦犯应该再清楚不过。确实，都是忤逆朝廷的在逃钦犯，但此人似乎不是。正是，因为他是成国府的护院之一，洛玉的贴身侍卫。没了他和那些逃犯混在一起，今晚准备刺杀秦府。你胡说！你污蔑！这个人我们成国府根本就不认识，陛下，他是故意栽赃陷害呀！是不是胡说？你问问你二儿子洛玉便知。二公子，你的贴身侍卫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你们二人共同出入，就算你不认识，但这洛家上下的一众下人总会认识，墨城的百姓总会认识。另外，长公主，我这里有证人口供，可证明这梅姓长老是受成国府大夫人王氏所指，让他们与宋家逃犯混在一起，刺杀秦府，并且那些宋家的逃犯之所以能数次逃过官兵的追捕，也是因为王家、洛家的帮助。你就是宋家的嫡长子，造反时的宋征明。城主饶命，长公主饶命啊！都是洛家大夫人逼我们谋害秦家，梅老是他派来支援我们的，一切都是他支持的呀！污蔑！污蔑！屈打成招，必须屈打成招，请长公主明鉴。是不是屈打成招？本公主今日亲自审问后，自能分辨。长公主殿下，还有一事，前些日子我们去成国府赴宴，姐夫带了几具参与宋家逃犯的尸体，献给洛伯父作为礼物，再去官府领赏。其中有一个尸体叫王照，是王家人，也是王伯母的亲侄儿。昭儿，是我的昭儿啊！原来真的是他们把我的昭儿害死了。王云，王云，你个贱人，你竟然还骗我，说你不知道我的昭儿去了哪里了！闭嘴，你个蠢妇！不是昭儿，跟我回去！好些个陆家人，不惜叛逆，你们也配受皇恩！来人，地上的犯人和尸体全都带走，让公主亲自审问。还有，包围王家和洛家府邸，没有本公主的命符，这苍蝇都得先给我派出去！长公主，这洛夫人涉嫌谋逆，那她的诰命夫人……长公主殿下，在下以为还是先收回，免得后面证据确凿，失的可是皇上的容颜。来人，收回凤冠霞帔。姐夫，女婿，姐夫，姐夫，女婿，秦超，怎么样？姐夫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姐夫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要做危及生命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小蝶，你过来。老爷夫人，成亲之后，大小姐多久来一次？
将近1个月没有来过了，倒是二小姐常来看望公子。当年的婚事，若给的是微末，不是千家就好了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你去快坐。青州，伤好些了吧？岳父大人，青州的伤已经好多了。以后这种危险的事情，还是要多带些人，别光带下单于人。谢过岳父大人关心。青州，你为我秦家屡立大功，我跟你岳母商量，将你母亲的坟墓从乱葬岗迁到我们秦家祖坟陵园，那里有人日夜看护，不会再出现偷盗陵墓的事。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于你的婚事。夫人，还是你说吧。女婿，结婚这么久了，你对蒹葭有何感觉？喜欢她吗？大小姐貌若天仙，人见人爱，青州自然喜欢。你少胡扯，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。夫人，我不知道，那我换一个问题，你是喜欢蒹葭，还是喜欢微末？岳母大人，这个问题可以等我考完以后再说吗？你喜欢谁都不敢说吗？你是怕我骂你，还是怕你老丈人打你？青州啊，你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谁就喜欢谁，还犹豫什么？还是说你喜欢谁都不知道？又或者说你两个都喜欢？青州，你尽管说，为父保证不会打死你。岳父大人，洛青州，回答我。岳母大人，不是青州不愿意回答，而是这两位，一位是我的妻子，另一位则是我的妻妹，我没有办法当着你们的面说喜欢谁或者不喜欢谁。当然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我也没资格说，所以还请让晚辈在科举过后再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已经回答了，不是吗？微末听到一定会很开心的，但是作为他母亲，我没法高兴起来。好好备考吧，科举过后，我会安排你与蒹葭和离，给你与微末完婚。岳父大人，我没想跟大小姐和离。怎么，你想两个都要？晚辈不敢，谅你也不敢。不过说起来，蒹葭那性子确实不适合为人妻，与其害了你们三个，倒不如成全你与微末。真是委屈了蒹葭了。唉，蒹葭那丫头，或许孤苦一生，才是她最好的结局啊！唉。前辈，您的剑。你先拿着吧。多谢前辈了。讲故事吧。前辈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晚辈心思繁多，想早点回去。有心事？算了，告诉前辈又何妨？反正我们素不相识，也不怕前辈笑话。是我那岳母大人，今日突然问我喜欢我娘子还是喜欢我妻妹，他那意思，应该是希望我在科举之后与我娘子和离，迎娶我妻妹。你喜欢哪个？我不过蝼蚁之躯，苟全性命于这乱世之中，有何资格谈喜欢？我只知道谁对我好，我便对谁好。谁对你好？除了我的岳父岳母，还有身边的丫鬟之外，便只有2个人对我好，一位是我的妻妹，另一位便是前辈了。至于我的娘子，她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见面也甚少。我和她之间确实没关系，可是终究是因为她，我才走出那曾经地狱般的生活。若状元高中，便舍弃她去迎娶我的妻妹。
我觉得亏欠于他。若前辈就是我的娘子，我应该就不会这么纠结了吧？为何？很简单啊，虽然我们肉体陌生，但是我们神魂相通啊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默契？不像我和我的娘子，结婚1月有余，却见面很少，更别说沟通，甚至洞房那晚，她都是让别人代替的。或许我不该这么纠结，我只觉愧对于我娘子，可我那娘子应该巴不得休掉我吧。算了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当务之急，我还是应该专心备考才是。前辈，晚辈今日就先走了。科举之前我都不会再来，待我状元高中之日再来与前辈相会，到时候定将西游奉上。神魂相通吗？青州，京都那边传来消息了，根据刑部重新核查，宋家除了那几首反诗以外，并无其他谋逆罪证，而且那几首反诗来历存疑。不过宋家因为那日当众承认了那几首反诗是他们所作，最终的结果依旧是满门抄斩。至于王家，因为家族子弟直接与宋家罪犯接触，家主王伦和族中重要的成员都被判刑处斩或流放，而成国府，参与者只是一个下人，所以并未判刑，只是罚洛延年俸禄5年，收回王室诰命夫人封赐，同时成国府长子洛长天被降一级。青州，当今圣上以仁治天下，不会因为区区几首反诗就灭了所有墨城大家族，更何况那洛延年还送了大量宝物，贿赂京都贵族宠臣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成国府那位长子同圣上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你要清楚，权力能让宋家死，自然也能让洛家赢。你也不必气馁，来日方长，你娘亲的仇啊，总有一天会报的。岳父大人，我不会气馁。既然当今圣上不为我娘亲主持公道，那这个公道我自己讨。科举在即，青州先告退了。好。玉儿在读书啊。娘亲，大研的科举考试分为武科与文科2场，最后成绩由2场考试综合评判。3日后的文科考试与武科同样重要，万不可懈怠。我知道娘亲，孩儿这几日一直在用功读书，不过儿子文采有限，恐怕是比不过那庶子。玉儿放心，娘亲早有安排，保准让那庶子科举那天出不了秦家大门。姐夫，微墨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夫，明天就是文科考试了，这是我和娘亲亲手做的粽子，预祝你科举高中。替我谢过夫人。公子，二夫人来了。青州，明天你就要参加科举了。10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。你若是高中，你的娘亲也能含笑九泉了。当年我与你娘亲在成国府相依为命，也算是姐妹情深。只是你娘亲没办法为你送考，就让杨毅来送吧。
这是我亲手做的状元饼，还有极地粥，祝你状元及第。谢过二夫人了。不用客气，来，趁热把这粥喝了吧。姐夫，没事的，微墨。二夫人与我娘亲情同亲姐妹，她还能害我不成？二夫人，这粥我也喝了，东西我也留下，我还要看书，就不留您了。好，你安心读书，等你以后科考完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好，走了。青州，杨姨对不起你母亲，更对不起你。可是我别无选择。我若是不来，王氏就要害死我的女儿。二公子，要入场了，快进去吧。王成，那庶子来了吗？哎呀，公子不用看了，他不会来了。谁说我不会来了？我什么我？没有毒死我，很失落。回去告诉大夫人，谢过他送的状元粥。姐夫，累不累啊？青州见过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。怎么样，能拿到文科第一吗？哎，能问这些干什么？青州刚考完，歇息一下才是，何必给他压力？就是，娘亲应该关心的是姐夫的身体，而不是成绩。我能不关心吗？这小子身子这么弱，就算练了1个月的拳，3日后的5科考试也拿不到好的成绩。若文科都拿不到第一，这小子就完了。娘亲，姐夫其实一点都不虚，强壮的很呢。强壮？你怎么知道？我……臭小子，你对我家微末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我……公子，文科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您排第1名。二爷他们带着希儿要来给您道喜，但是被夫人拦下来了，说是怕影响你接下来的5科大比。我知道了。洛玉呢？排名第几？二公子文科排第10呢。我有前世的诗词文章为倚仗，拿到第1并不意外，倒是没想到洛玉还能排进前10。看来接下来的5科大比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儿子，考得不错，闯进文科前10了。虽然没比上那个庶子，但5科大比时，娘亲会想办法让你与那庶子尽早遇到，到时候你全力出手，将他斩杀。以你的实力，之后拿下5科第1毫无问题。到时候，状元之位自然就落于你手。娘亲放心，只要我和他碰上5科大比，会将他挫骨扬灰。姐夫，微末，岳父大人、岳母大人，你们身份尊贵，不在上面观战，怎么跑下面了？姐夫，今天是你最重要的考试，我一定要在下面给你加油打气。接着，一会儿我上去盯着他，免得他暗中使诈。至于你，也别有压力，尽力而为。历年5科大比，更有人重伤身死。成绩不重要，大不了下一次再来，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你研究过了，你看，
这些人当中最强的就是骆家的骆玉。不过呢，在前3轮遇不到他，再加上你的文科成绩，拿不了状元，也至少能拿个进士。时间已到，5科比斗现在开始。第1场，陈国府骆玉对战秦国府骆青州。什么？王云那个贱人指不定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怎么会这么巧？第1场就碰见骆玉。青州，要不放弃吧？骆玉应该是武师境，况且以骆家对你的恨，比斗时必然下死手。哼，还是听你岳父大人的吧。大不了呀，3年以后再考吧。虽然有些可惜，小命要紧。姐夫，要不……骆青州，三弟，你不是想为母报仇吗？今日我就站在这里，胆敢应战。青州，不可冲动，他是在故意激你。认输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岳父大人，其他时候我都可以退，但这一次，我宁死不退。青州，姐夫，骆青州，应战！这贱人果然上当了。王氏为了你儿子科举夺魁，机关算尽，今日的5科大比，就让亲眼看看你最宠爱的儿子是如何死在我的手下。三弟，我还以为你不敢上来呢。多年恩怨，就让我们在此战做个了结，如何？正有此意。 5科比斗点到为止，现在比斗开始。三弟，小心了！这小子竟然能在玉儿手下坚持这么久。成亲之前，我记得他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这才短短几个月，怎么进步这么多？看来秦家人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心血。快看，老爷，青州这拳法是你教的吗？没有啊，这骆玉是武师境界，青州一介书生，竟跟他斗到这般地步，看来这孩子身上应该也有他自己的机缘吧。三弟，你隐藏得够深呢。要是今日与你一战，真不知道你的修为已经达到如此地步。不过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便是你的死期——分雷拳。该死的是你！梅花拳法，梅花。 什么？竟然赢了！不可能！一个废书生怎么可能敌我？我不信！你找死！畜生！你斩！玉儿！玉儿，你坚持住，娘一定会救你的。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，玉儿！畜生，敢杀我儿，拿命来！快下！可掌不住我儿！拳脚无眼，死伤难免。若是这个道理都不懂，你们骆家人日后也不必再参加科举。此战，秦家骆青州胜。哼！儿啊，是娘害了你，是娘害了你啊！这秦家赘婿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夫人，
这王氏也是活该，暗箱操作。本想着第一场杀了我们家青州，最后却技不如人，反被我家青州所杀。这叫啊，癞蛤蟆吞鱼钩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娘，害你的人已死，您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青州，不必多礼。我们今天有事要跟你说。科举已经结束，你文科武斗皆是第一。明日进京面圣之后，便会被圣上钦点为金科状元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跟你岳母商量着，让你把跟监家的事情先办了。监家那边已同意了，休书也已经备好。监家让你今天就去把字签了，你快去吧。这么迫不及待呢？果然在他心中，我洛青州只是个多余之人。青州全听岳父跟岳母大人安排。百灵，开门。夫人，小姐已经睡下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来吧。百灵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大小姐，签字吧。监家，爹爹再问你一次，这件事你真的要想好吗？是啊，监家，你如果不同意，没有人会逼你，微末也不会怨你的。我和你爹爹永远都会支持你的任何决定。小姐，娘亲，我没有什么不愿意的。他和微末才是一对，就这样吧，让他签了吧。青州，签字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等你进京面圣归来，我们就为你和微末筹办婚事。你永远都是我们秦府的好女婿。这本书你怎么会有？难道大小姐你就是？